我是风萧雨，安康城督军少帅崔明言的夫人。所有人都以为我嫁给他的这7年过得很幸福，可我知道，我这7年的感情，终究是抵不过心灵的一颦一笑罢了。少帅，公子的病是小时候的恶疾所致，这几年虽然通过不断的治疗，可效果始终不明显，恐怕真的没办法了吗？风萧雨，在外征战，把孩子交给你，你就是这样付出的。明言哥哥，浩浩变成这样，我们谁都不想看到。不过我相信这不是姐姐的错，毕竟她只是你在战场上捡来的一个乡野村妇罢了，她能懂什么呀？过几日我父亲回城，我们江家有祖传的良药，给浩浩吃了，浩浩肯定会恢复健康。映雪，你懂医术，家里又是名门大户，有时候我多么希望浩浩的亲生母亲如果是你，该有多好。你当初要是死在战场上，没被我捡到，该有多好。崔明言，我曾向天起誓，此生我会给你101次机会，没想到短短7年时间，你就把这101次机会用尽了。如今平生已空，你我之间缘分已尽，我也是时候回归了。你来了，萧雨，你可知我找了你多少年？你在人间已经经历过百难，只差一难，你便可回归判官之位，我们便能成婚。为何避而不见？我整整等了你7年。坐上判官之位，需要经历101难。7年前，我正经历最后一难时，被崔明言所救。为了报恩，我便嫁给他，生下了一个孩子。没想到，崔明言才是我最后一难。严君，请你再给我3日，我要斩断与崔明言所有的姻缘。3日后，我便回归判官之位，与你成婚。好，本君给你3日，3日后便来接你。3天后，一切都结束了。3天后，一切都结束了。这瓶子里的纸蝴蝶怎么没了？我记得你以前不是很喜欢蝶？存不住的东西，还不如放他们走。对，扔了，都是垃圾，留着也没什么用。明言，明天是我们结婚7周年纪念日，我们去洛阳看牡丹好吗？就当是我们最后的告别吧。明天是映雪的生日，我可没工夫陪你去赏花。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你却去陪别的女人。崔明言，你到底是我风萧雨的丈夫，还是他江映雪的丈夫？姐姐，你说这话未免也太过分了。我们亲如姐妹，那明言是你丈夫，和我关系亲近一点儿，又怎么了？映雪，你来了。明言，你说过要在安康城最贵的酒楼替我庆生，你不会失约吧？当然不会了，我已经安排好了，我们现在就走。崔明言，7年的感情，这是你最后的机会。好，我知道了，放心吧，我不会再打扰你。啊，对了，我已经告知了管家，以后浩浩的房间没有我的允许，你不许随意进出，也不许你再照看浩浩。为什么？你是觉得浩浩的病都是我害的？崔明言，我在你的心里已经变成了会害自己亲生孩子的母亲吗？我在你的心里已经变成了会害自己亲生孩子的母亲吗？风小雨，我好像不用告诉你具体原因吧？你只需要知道，你的一切都是我的，没有我，什么都不是。你拿着这根破笔干什么？看着就不会，赶紧扔了。我们走吧。走。不用管他。哈哈。没想到，7年的时间，我在你的心里已经变成了如此不堪的女人。你可知道，
浩浩是靠我才能活到如今，你看不起的这个判官笔，更是执掌人间生死的利器。这些年，无数的枭雄和富甲一方的豪绅，丧尽天才，三叩九拜，只想让我替他们续命，我都没有答应。我只想安安稳稳的做你的督军夫人，照看好浩浩。如今已是沧海桑田。崔明言，你以为你从一个小兵变成督军是靠你自己优秀？那是因为你是我风萧雨的夫君，豪门和财阀才会鼎力相助，助你上位。判官笔现世，我将重回冥界。崔明言，这7年我给予你的一切，我都会彻底的收回。判官笔现，判官回归。这种奇景是判官大人回归了。判官笔现世，我终于等到判官大人现世的这一天了。7年前，判官大人说过，判官笔在世人间，就是他返回冥界的日子。3到7，意味着3日之后。快，立刻在大帅府准备回归宴，并且通知安和城所有名门士绅，3日之后共同迎接判官大人回归。是。明言哥哥，你到底什么时候娶我进门呀？你总不能让我一直等着吧？我知道你对我的心意，可风萧雨毕竟是浩浩的亲生母亲，这么多年也算是老实本分，我实在找不到理由把她休掉。那你就忍心让我们这对苦命鸳鸯一直见不得光吗？你们2个很甜蜜啊。你怎么来了？我想问一下，江映雪为什么会在我的房间？哦，你说这事儿啊，映雪这几天身体不舒服，她的房间又太过狭小阴冷，我就让她搬到这边来住。这是我的房间，应该经过我的允许。什么你的允许？整栋督军府是你吗？我让谁进来让谁出去，还要经过你的允许吗？我嫁给你7年，没想到你说整个督军府都是你的，没有我半点东西。姐姐，你说这话就不对了。这厨房灶台可没人跟你抢，都是属于你的。你以后老老实实做饭就行。我看你们能得意到什么时候？什么？判官大人将在3日后回归，各大豪门军阀将为他举办回归宴。都800里黄泉路已开，彼岸花明日就可采摘。浩浩，你一定要坚持住，妈妈一定会救你的。萧炎，人间之事皆为历练，生死有命，你何必这么执着？虽然崔明言有负于我，可我们的孩子是无辜的，他是违抗天道而生，注定活不过1岁。这么多年，他一直靠着我的心头血才能保住性命。如果我走了，浩浩就只有趁着800里黄泉路开，抓住这100年一遇的机会，采下彼岸花，配上我的心头血，浩浩就可以活下去，像一个正常孩子一样，享受这世间的美好。这也是我作为一个母亲，在临走之前能为他做的唯一一件事了。黄泉路异常危险，我陪你一起去。姐姐怎么这么辛苦？不让佣人帮忙，自己亲自下厨。再过几日我就要离开了，这是我为你做的最后一顿饭。离开？你离开我，你能去哪？我警告你，不要再任性了。云言，姐姐亲自下厨给你做了这么多菜，肯定是向你认错的，你还不领情啊？姐姐的手艺真好，和我们江家下人的手艺一样。姐姐，要我说呀，你洗衣做饭这么擅长，不如去我们江家当个佣人管家怎么样？
也好过在督军府当一个没用的东西强。明言，上次我生日你送我的珍珠项链太漂亮了，我还没来得及好好感谢你。只要你喜欢，回头我找人多给你送几条。谢谢明言，我一定会好好珍惜的。啊，对了，前几日是我们结婚7周年的纪念日，我疏忽了，这是给你的补偿。崔明言，我们7年的婚姻，真的就像你随地捡来的这块石头一样，这般粗糙不堪，这般随意。我们7年的夫妻，终究抵不过你1年的新欢。他从你那里得到的是稀世珍珠，我得到的却是一块无人问津的石头。如果没什么事儿的话，就不要打扰我们用餐了。明言，姐姐亲自下厨为你做了这么多菜，你就算看她不舒服，也别赶姐姐走啊。姐姐，我知道你一直介意我跟明言的关系，但是我跟明言真的是清白的，不是你想的那样子。清白？你怎么有脸说这2个字的？现在整个安康城出了这个督军府，恐怕都以为你才是督军夫人吧？姐姐，你瞎说什么呢？你不要再胡思乱想了。我跟明言真的是纯洁的。哦，对了，夫人，有件正事儿忘了说，过几日我们要去参加一个非常重要的晚宴，到时候所有安康城的权贵都会到场，这可是我们督军府结识权贵的大好机会。对对对，说不定还能见到传说中的大人。你们说的那位大人物，就是判官大人。你一个足不出户的女人，竟然还知道判官大人？那个宴会，你们确定要去吗？你这是什么话？这可是近100年来安康城最大的一场盛事，当然要去。如果能有幸得到判官大人的赏识，那我崔明言就在安康城里平步青云。明言，你跟他解释什么？他就是一个村姑，懂什么呀？反正过几日的晚宴，我一定要好好表现，一定要让判官大人对我另眼相看。崔明言，你可知你口中那位高不可攀的判官大人，现在正站在你们面前。你们不需要去参加了，你们心心念念的判官大人，其实就是我。什么？怎么，我是判官大人，让你们很意外吗？你给我闭嘴！谁给你的胆子？判官大人也是你这种人可以侮辱的。姐姐，你是不是脑子有问题？你这全身上下哪一点像判官大人？我知道你是嫉妒明言哥哥对我好，但你也不能抹黑判官大人的名声呀。我就知道你们不会相信。也罢，等到判官大人回归的那一天，有你们后悔的时候。我懂了，姐姐，说了半天，你就是想让明言带你去宴会见判官大人是吧？但这是判官大人的回归宴，你觉得你去合适吗？我风萧雨是安康城督军少帅明媒正娶的夫人，我不去，难道你配合？夫人啊，映雪说的对，此次参加宴会的都是安康城的大人，你去有所影响。对呀，姐姐，你想想，要是被大家知道年轻有为、意气风发的督军府少帅夫人是一个战场上捡来的乡野村姑，这么寒碜，那明言的脸面不就被丢尽了？你愿意看到别人对明言指指点点的吗？所以，夫人为了崔家的脸面，就不要去，让映雪陪着我就好。我懂了，原来我在你们的眼里只不过是一个只会干下人活的佣人罢了。这样的宴会，我是没资格参加的，对吧？夫人，为了你丈夫和安康城的未来，你作为我的夫人，不会不懂事儿吧？好，那你们一起去，我会老老实实的在家里等你回来。崔明言、江映雪，这是你们自己的选择。希望你们在回归宴上看到我出现在所有人面前的时候，不会太惊讶。明言哥哥，他怎么又生气了？一点都不为你着想。一个不识大体的女人罢了，别理她。吃饭。风萧雨，你等着，一定会把你逼死。
为了踩到黄泉路上的彼岸花扶自己的孩子，你竟然付出了自己几千年的修为。有了这株彼岸花，加上我的心头血，浩浩就能彻底的康复了。他也是我在这人间最后的挂念了。过了明日，我将切断与这里所有的姻缘。严君，你还有公务要忙，先回吧。姐姐，你这是怎么了？怎么看起来这么虚弱呀？跟你有什么关系？我当然是关心姐姐了，毕竟你可是明言哥哥的结发妻子。但是再过不久，你拥有的一切马上都是我的。对不起，姐姐，你不要再打我！这是怎么回事？明言哥哥，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不应该不经过姐姐同意就帮他打扫卫生。风小雨，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知道，我不带你去见判官大人，你就对映雪心怀忌恨，可你也不应该这样对她。她只不过是想让你轻松一点。看看你现在的样子，跟泼妇没什么两样。如果你有映雪一半的温柔和善解人意就好。崔明言，如今连这么拙劣的伎俩你都相信，难怪我们的姻缘会断得这么快。你在胡说什么呢？什么姻缘？赶紧给映雪道歉，快点，给她道歉。7年婚姻，我原本以为我们的婚姻会持续的很久，可没想到我们的姻缘断得这么快，这么急。既然如此，那今日我便切断与你之间所有的姻缘。除了好，我们再无挂。金光闪闪，这是娘要走了，以后的日子只能靠你自己了。喝了这碗药，等你醒了，娘就了无牵挂了。小雨，住手！你要干什么？他要还给我，还给我！还你风小雨，你可算是被我抓到了，怪不得这么多年浩浩的身体一直不好，原来是你一直在害他。我是浩浩的母亲，我怎么可能害他？把汤药还给我，浩浩没有时间了。好啊，还给你可以，反正他的命对我来说一点也不重要。只要你愿意离开督军府，我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怎么样？我留在这里，只是为了救浩浩的命。等浩浩醒来，我自会离开。行，这可是你说的，可千万别反悔。浩浩，明言哥哥，我看见姐姐她要毒害浩浩。我没有，我是在救浩浩。崔明言，你居然相信他说的话？一个母亲怎么可能犯自己孩子的性命？够了，风小雨，不想再听你解释了，证据就在这，你还要装到什么时候？我没有骗你，这碗药是用彼岸花和我的心头血制成的，只有它才能救浩浩。彼岸花，
那可是传说中能死而复生的神物，你怎么可能得到？你是我从战场上死人堆里捡回来的，我救了你的命，还娶你为妻，给你享不尽的荣华富贵，你不知道感恩也就算了，你现在还要毒害我儿子。在你心里，我早就变了，不想跟你多说什么，把药还给我。你想要钥匙？好，现在就把它还给你。崔明言，知道吗？你亲手害了自己的孩子。害了！你在胡说什么？这帮浩浩就只了你这个疯女人而已。风之肉，一年只开一次，而彼岸花可是千年才盛开一次。没气坏了，没气坏了。浩浩，是娘对不起你，娘没有。娘带你走，娘这就带你走。我儿子带去哪儿？还我儿子！还我儿子，还给我！还我儿子！从今以后，女人性格，所有现在，我风萧雨与你再无关系。休我！你要救我！婆，这个还是先交给你。我也要判官大人。身为人世间最后一人，历经101难，没想到最后一难却是与你崔明言这7年的羁绊。从此之后，世间再无风萧雨，而是冥界判官。明日我们完婚，从此不再踏入人界。严君等我1000年，这份深情我绝不辜负。只是他们伤害浩浩，我尘缘未断，就算恢复判官之位，也无法功德圆满。你的心意我明白，那就容许你在人间多留1日，了却这段姻缘。本君在冥界等你，了却因果后，本君引你过门。告知安康城所有名门望族，军阀富商，明日我将亲临大帅府，彻底了断尘缘。夫人，夫人，休我！你凭什么休我？当我得到判官大人的青睐，风萧雨一定会哭着求我原谅。明言哥哥，这里好热闹呀！我看安康城所有的权贵都到场了。判官大人掌握着人世间的生死，谁不想亲临判官大人的风采？而且据说大帅雷鸣在7年前受到了判官大人的恩惠，这才活到至今。明言哥哥，那一会儿在判官大人面前，你可要好好表现才行。这是自然。大帅，你来了。这位是？大帅，我是江家长女江映雪，现在和明言哥哥住在一起。7年前，我濒死之际，幸得判官大人赏赐10年寿命，唯一的条件就是提拔崔明言。如今他却带着另一个女人前来，难道和判官大人有什么变故吗？明言，你夫人今日怎么没来？风萧雨，他呀，已经和明言哥哥离婚了。你说什么？大帅，王会长，她不过是一个从战场上捡回来的村姑而已，离就离了，有什么大不了？大帅，您这是什么意思啊？你可知道，你嘴里这个村姑的夫人风萧雨就是判官大人？什么？
大帅病情太重，恐怕过不了几日。我不想死，不想死，谁能救救我？只要救我，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你是谁？你怎么进来的？我乃人间最后一名判官风萧雨，执掌人世间的生死。看来我大限已至，判官还是难受我命，可我真的不想死。判官大人，求求你救救我吧！只要让我多活几年，你让我做什么，我都愿意。求求你了。我可以赠你10年阳寿，不过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只要能让我多活10年，哪怕100个条件，我都答应啊！我的夫君崔明言是你麾下的一名小兵，我赠你10年阳寿，换他一辈子平步青云，你可愿意？好，好，好，我愿意，愿意。按下手印，这份契约就达成了。不过我的身份你不可以告诉任何人，包括我的夫君崔明言，否则契约会立刻失效。只有等我回归冥界的那一天，我的身份和契约才可以公之于众。明白，明白。谢谢判官大人，谢谢判官大人。看到了吗？这个就是判官大人给我签订的契约书。这个秘密我守了7年，原本想等着判官大人回归的这一天，当面感谢判官大人的恩泽。可你竟然……大帅，这怎么可能呢？风小雨怎么可能是判官大人？肯定是你当时病体严重，给看错了。对呀，大帅，他只不过是明言哥哥从战场上捡回来的一个乡野土妇罢了，怎么可能和判官大人有联系？要我说呀，他风萧雨能当判官大人，那我也可以呀。闭嘴！你算个什么东西？敢玷污判官大人的名声！大帅说的你们都不相信，对吧？好，我也有这份契约。没错，我也有。我们都跟判官大人签过契约，得过判官大人的恩惠。崔明言，你到现在真的不明白吗？你现在拥有的一切都是你的夫人给你的。你说这话什么意思？搞得我明言哥哥好像是靠别人上位一样。我明言哥哥能有今天的地位，全是靠自己的努力得到的。至于你们说风萧雨是什么判官大人，我们才不信呢。这契约书全部都是假的，假的，假的。需要陪你一起进去吗？严君，你就让我自己去处理这最后的人员事吧。放心，如今我已回归判官身份，不会有人能轻易的伤害人。崔明言将要去，你们应该等我许久了吧？现在契约已经毁了，我看你们还怎么诽谤我明言哥哥？你这个泼妇，你知不知道你究竟做了什么？你竟敢如此对判官大人不敬！不就是一张纸吗？你们还真当真了，还真当成什么宝贝了？你们肯定就是被风萧雨这个妖女给骗了，坑蒙拐骗，欺骗你们！大帅，王会长，哦，还有杜老，我知道，我在安康城年纪轻轻就身居高位，这些年肯定遭到了不少记恨。你们今天编造了这么离谱的一个故事，还合力起来斥责我，我知道你们肯定是相信了某些人的谗言。大帅，你我都是军人，没必要相信这种事情。崔明言呀，崔明言，你光说我们编故事骗你，能不能动动脑子？难道你没有发现大帅的身体是7年之前就好了吗？而且身体越来越健壮。如果没有判官大人的恩泽，哪有大帅和你的今天？你这几年的督军，都是当在狗的身上了吗？够了，王会长，今天大帅在这，我给你面子。这7年，我在战场上英勇杀敌，我能平步青云，靠的是我自己。大帅，你要是想把我这些年的战功给抹去，尽管拿走，
不要拿风小雨当借口，这是对我的侮辱。就是，你这大帅怎么黑白不分，不知感恩呀？我明言哥哥骁勇善战，这些年为你们打下了不少地盘吧？从一个小兵走到现在督军的位置，怎么从你们跑的，好像这一切都变成一个女人的功劳了？你们真是有眼不见啊！你让我们怎么做，你们才相信风小雨才是真正判官大人呢？恐怕这个判官大人也是大少和你们瞎编出来的。什么执掌人间生死，我看呀，就是吓唬别人的。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什么执掌生死的判官，全部都是假的，假的！谁说世上没有执掌生死的判官？我风萧雨就是判官大人。风小雨，你还敢出现在我面前？光阳判官大人！哎呦呦，姐姐，你这身衣服是从哪儿偷来的呀？为了冒充判官大人，可真是下了血本。我再说一遍，我已不是风萧雨，而是这世间最后一名判官。装的真像啊，风小雨，连我都差点被你唬住。放肆！这是判官大人，你快点跪下！跪下！我跪下！大帅，还有各位，我不知道这个风小雨给你们灌了什么迷魂汤。我和他结婚7年，他是不是判官大人，我能不知道？再说，就算他真是判官大人，那为何对我有隐瞒？这真没问题吗？明言哥哥说的对啊，这枕边人都不知道，你们这群做长辈的竟然如此迷信这个女人，单凭她这一身装扮就笃定她是判官大人，真是可笑死！崔明言，我嫁于你7年，向你隐瞒身份是因为我们的结合有违天道，一旦公开我的身份，就是将你和浩浩陷入危险之中。可如今我们的姻缘已断，我自然也不必向你隐瞒。我倒要看看你要故弄玄虚到什么时候。崔明言，你原本可以在我回归冥界之后，以判官夫君的身份继续享尽着荣华富贵，可是你却毁了这一切，亲手毁了我们之间的羁绊。从此以后，你将失去我给予你的一切，你我之间再无关联。既然契约书已毁，那契约内容即刻作废，给予你们的一切，我将尽数收回。你们每个人只剩下3日的寿命。判官大人，这不是我们的错，我们拿出契约也是为了向他们证明您的身份呢。都是这个江映雪，是他撕毁了我们的生死契约。大帅，您放心，我保证他绝对不是判官，那些契约肯定是假的。给我闭嘴！本来我还有3年的寿命，3年都被你毁了。求求你了，判官大人，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吧！求求你了！疯了，你这是疯了！你们都起来吧，不必求我。我说过，契约书毁掉那一日，就是你们魂归冥界的时候，谁都无法忤逆天道。你这个畜生，都是你害我们得罪了判官大人。崔明言，倘若3日之后我们身死，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风小雨，你闹够了没有？我知道你是对我移情应许而心有怨气，这是我们俩的私事，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这里是大帅牵头为判官大人举办的回归宴，不是你胡闹的地方。在这里还敢故弄玄虚，简直是想死！我真不知道你一个足不出户的妇人是怎么哄骗大帅的。他们竟然说什么我的赫赫战功，还有我今天到这个高位，都是通过你的暗中帮助，简直可笑！崔明言能有今天，岂会是靠你这种无知的妇人？明言哥哥说的对，你笑什么笑？有什么好笑的？崔明言啊，崔明言，
你可真是够可悲的。我是判官大人的事实就摆在你面前，你却不敢相信，这是为什么呢？你是不相信他们所言，还是不敢相信你心中遥不可及的判官大人就是你一直瞧不起的村姑野妇啊？我想应该是后者吧。崔明言，你不过一介凡人，见我如水中望月，你若将死，见我则如一粒尘埃。风小雨，你对我做了什么？快给我放开！你对我做了什么？快给我放开！崔明言，你不要执迷不悟了，赶紧请求判官大人饶你一命啊！不，他不可能是判官大人，不可能！崔明言，你现在在判官大人手下如蝼蚁一般，为何还是不肯相信风小雨就是判官大人？因为我有证据。他毒害亲生儿子，这种蛇蝎妇人，怎么可能是受人尊敬的判官大人？你说判官大人毒害自己的儿子，这怎么可能啊？如果你们不相信我说的话，你们可以问他到底是不是真的。一个毒害自己亲生孩子的人，天地难容，即便是判官大人，也难以在天地间立足。你说浩浩的死因是因为我，你拿出来证据。证据？你也有脸跟我提证据？浩浩从出生就得了一种怪病，时而清醒，时而昏睡。这期间一直是你在悉心照顾，连我心里都知道，要不是因为你，浩浩估计早就痊愈了。说的不错，接着说。为了防止你继续毒害我，我禁止你进入浩浩的房间，可你却偷偷溜到他的房间，给他下毒。要不是映雪及时发现，怎么这个蛇蝎妇人就得逞了？怎么，现在轮到你不敢承认了？你敢不敢承认，你给浩浩偷偷喂过药？有什么不敢承认的？我承认，自从浩浩出生以来，这7年里，一直是我偷偷的在给浩浩服用药物。都听到了吗？他承认了，是他偷偷给孩子下了毒，导致浩浩久病不起。这样对孩子狠心的你，怎么可能是判官大人？他说的对啊，相传判官大人虽然是冥界之人，可一直走的是人间正道，这等违逆人伦之事，判官大人绝对做不出来。难道这凤小雨真的是冒充的？他好大的胆子啊！连判官大人都敢冒充，就不怕判官大人降下怒火吗？风小雨，今天到场的都是名流豪绅，识相的就赶紧磕头认错，说不定大家可以放你。让我道歉，我道歉，你问问他们敢收吗？不敢，不敢，我们不敢。大帅，你们到底在怕什么？我都跟你们说了，他不是判官大人，你们怎么就不相信呢？你给我闭嘴！我劝你为了自己的性命，不要一错再错了。你们还有脸给我提浩浩？那我就好好给你们算算这笔账！给我跪下！给我跪下！怎么，你恼羞成怒了，对不对？被我揭穿真相，你无话可说了是吧？不是，不知道你是从哪儿学来的妖术，可你再厉害，也掩盖不了你毒害浩浩的事实。崔明言，事到如今，我也不瞒着你了。你可知道，浩浩能有今天这副模样，全都是因为你害的。我，风小雨，你少给我扣帽子！从小到大，我对浩浩宠爱有加，全城的人都知道。你凭什么说我害了他？你我成婚本来就有违天道，我们的孩子自从诞下那一刻起，就注定活不到1岁。这7年里，一直是我用心头血为他续命，他才能活到7岁。浩浩，来，吃药了。娘，我的病什么时候才能好啊？我也想吃水塘上课。浩浩乖，等到你7岁的时候，妈妈去帮你找到彼岸花，到时候你就可以彻底的康复了。
以后就可以和其他小朋友一样了。这株彼岸花开在800里黄泉路，1000年才会盛开一次，这也是救活浩浩唯一的良药。我等这个机会等了足足7年，可是你却亲手毁掉了浩浩唯一活下去的机会。我等这个机会等了足足7年，可是你却亲手毁掉了浩浩唯一活下去的机会。就是那碗药，不可能！宁雪跟我说那是毒药，江家世代血液，不可能出错。那是你有眼无珠，江映雪说什么你都信。风小雨，你以为你编这种故事，我们就会相信吗？什么心头血，什么彼岸花，别再胡说八道，我们才不会信呢。江映雪，自从你进入督军府，便一直记恨于我。你想取代我督军夫人的位置，如若不是你从中作梗，我的浩浩又怎会变成没有七魂七魄的躯壳？还有你，我想请问，这7年来，你为了获得更大的名利，常年征战在外，你何曾在意过浩浩的死活？在你的心目中，恐怕还没有你督军少帅的名声重要吧？如若不是我们之间姻缘已断，就凭你们对浩浩做出的伤害，我必将你们打入冥界，受10刑之苦，为我的孩子抵罪。明言，判官大人说的是真的吗？大帅，您不要相信这个女人的鬼话，我怎么可能毒害我的亲生儿子呢？她就是故意抹黑我的名誉。大帅，这么多年了，我是什么为人，您不知道吗？我怎么可能干得出来这种有违人伦的事情呢？判官大人，明言这些年虽然有些愧疚于你，但是他对自己的孩子肯定是真心的。雷鸣，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还敢替他说话？你好大的胆子啊！请判官大人恕罪，恕罪呀！风小雨，你别在这装神弄鬼，我真的是受够了。你说的好像我愧对于你一样。7年前，是我把你从战场上救了，让你现在才能活生生站在大家面前。我是你的恩人，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崔明言，你说的对，7年前的确是你救了我，否则早在7年前我就已经回归冥界。为了报恩，我便嫁给你为妻，然后又找到安康城的名门豪绅签订契约书，助你平步青云。这就是你我之间的姻缘，也是我们的因果。可是如今你亲手毁掉了我们之间的羁绊，你我之间再无关联。什么姻缘，什么因果？你在说什么？我根本就搞不懂。你还记得这个吗？这是什么？看来你真是忘得一干二净啊！这是我们结婚那天你亲手给我戴上的。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崔明言的夫人了。这是……夫人，虽然我现在只是一个小兵，无权无势，不过你放心，我一定会努力出人头地，带你过上好日子。这个玉扳指，就是我们爱情的见证。明言，你放心，无论何时，我都会把它带在身上，此生不渝。7年的时间过得太快，让你忘掉了太多的东西。就像这枚玉扳指，它是你我之间的因缘所在。它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你我之间存在因果。可是如今，你我因果已断，它便会消散，因果无存。既然你说我们没有了姻缘，而且还离了婚，那为什么他还在？不，如今我在人世间的姻缘已断，赏赐给你们的，我也将尽数收回。我在尘世再无牵挂，是时候回冥界复命。不，风小雨，你不能走。崔明言，趁着判官大人没走，赶紧给他跪下，求大人原谅了。快呀！这以后我们安康城没有判官大人的庇护，我们就完了。让他给我风萧雨道歉，应该是他这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从此人世间再无判官。风小雨，你给我出来！这下彻底完了，完了！崔明言，假如你听我们一句劝，也不至于如此呀。错了，你真的是错的离谱啊！大帅，各位叔伯，我明言哥哥有什么错呀？明明是风萧雨，他非要进来闹事的，
本来低头认错就算了，是他非要闹脾气，让他大家都不高兴。再说，是他羞了我明言哥哥，又不是我明言哥哥不要他了，他有什么好生气的？映雪，你别说了，你给我闭嘴！江映雪，都怪你这个女人，可我招来，还得罪了判官大人，明言的后半生就是毁在了你的手中。你们知道吗？我们安康城这么多年，一直都是判官大人在暗中庇护我们，让我们愈发富足。大帅和我们商会，也是因为判官大人才能成为一方巨擘，如今被你们两个全部都毁了。啊，不会，大帅，您放心，我一定把风小雨找回来。判官大人已经回冥界了，你去哪里找他？晚了，一切都晚了。我们安康城完了，我们3大家族也完了，我们几个也赶紧回去准备入世。浩浩的气魂气魄已经消散在了冥界的忘川河，恐怕再也醒不来。不，还有一个方法可以救他。严君，请讲。彼岸花虽为千年一遇的神物，但毕竟生长在黄泉路，无法采摘。除非我舍弃万年修为，这样浩浩才能魂归本体。不行，严君掌管冥界，怎么能舍弃万年修为？况且，这是我在人间经历的一难，与你无关。怎么没有关系了？你毕竟是本君未来的王妃，你开心，本君就开心；你难过，本君也难过。为了让我的王妃不再忍受这丧子之痛，哪怕是1年的修为，我也愿意。你等我1000年，又愿意为我舍弃万年修为，严君，谢谢你。你我之间不必道谢。我在人间付出很多，被对方当成无人在意的石头，可没想到在这冥界，却有人待我如珍宝。浩浩，你醒了，娘担心死你了。娘，这里是哪儿？这位叔叔又是谁？浩浩，是这位叔叔救了你，以后你再也不用晕倒了，可以像其他小朋友一样上学堂，就像一个健康的孩子一样了。真的吗？浩浩，浩浩，燕君，浩浩这是怎么了？浩浩虽然找回了气魂气魄，但毕竟这是违逆天道的行为，久居冥界迟早会被发现，到时候恐怕再无活路。燕君这法是何意？必须把浩浩尽快送回人间，不能让他与阴间有半点联系。是人间没有他的亲人了？不，他有，他的生父崔明言。不行，我绝对不可能把孩子交给这种人。王妃，我知道他愧对于你，但他毕竟是浩浩的生父，我想他应该会妥善对待浩浩。好吧，那就把孩子交给他。不过在此之前，我要检验一下，是否能成为一名合格的父亲。王妃这是……在没有确定崔明言是一名合格的父亲之前，我不可能把真正的浩浩交给他。这是我用忘川河周边的泥土幻化的浩浩，凡人不可能看出来，正好一次可以检验崔明言的真心。王妃这招属实甚妙。崔明言，我倒要看看，你是真的无情无义，还是保留着一丝对孩子的真情。我要见大帅！我要见大帅！大帅，你还有脸来？大帅真是瞎了眼，把你扶持到督军少帅的位置。要不是你得罪了判官大人，大帅还能再多活几年。滚！给我滚！别拿枪指着我，这群下人还敢对督府少帅动手！什么督军少帅？他已经被大帅撤职了，现在连我们这些下人都不如。明言哥哥，他说的是真的吗？你已经不是督府少帅了？这怎么可能呢？我可是大帅心腹，亲如父子，大帅怎么会撤我的位置？行了，
让崔明言进来吧，我有话对他说。大帅，您为什么要撤掉我督府少帅的位置？为什么呀？为什么？你还有脸问为什么？要不是你得罪了判官大人，我和安康城的3大家族啊，至于沦落到现在这种地步吗？大帅，那都是风萧雨的错。您要是不服，应该去找他算账。这么多年，我跟您征战沙场，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要不是我镇守安康城，那些外敌早就趁虚而入了。崔明言呐，崔明言，你真是太高看自己了。要不是判官大人是你的夫人，你以为仅凭你的能力配成为安康城的督府少帅？整个安康城比你能力高的人多得很，你算是个什么东西？够了！看来风萧雨在那场回归宴上，真是把你们给唬得不轻。什么判官大人，现在已经过了明天，而且3日期限一到，你这不是活得好好的吗？这说明什么？说明根本就没有什么判官大人，那是他风萧雨骗你的。你大帅雷鸣，你的时间到了，该跟我走了。大帅雷鸣，你的时间到了，该跟我走。风萧雨，文启，难道风萧雨，我的夫人真的是判官大人？夫人，是我，崔明言。夫人，我等了你好久了，终于等到你了。夫人，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崔明言啊！不是夫人，是判官大人。今日本官亲自来，不仅是为了收取雷鸣的魂魄，亦是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我如今已经回归冥界，马上要嫁与阎君，不应该与人间再有一丝的牵连和羁绊。这个孩子就交还给你。浩浩，进来吧。浩浩，你虽德行不具，但你说到底总归是孩子的亲生父亲，交由你抚养，也是遵循天道。从此以后，我们阴阳两隔，永不相见，愿你好自为之。从此以后，我们阴阳两隔，永不相见，愿你好自为之。姐姐，啊不是，判官大人，你放心，这个孩子我们会当自己亲生孩子抚养的。但是你总得给我们一点钱财或者珠宝什么的吧，我们不能白白替你抚养孩子。风萧雨，你不是冥界掌管生死的判官吗？怎么这么小气？不给钱就算，还硬把这个拖油瓶塞给我们！雪，你给我闭嘴！他不是什么拖油瓶，他是我的亲生儿子，我的亲骨肉，我抚养他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夫人，您放心，我一定会照顾好浩浩，我保证他在人世间不会受一点委屈和一点苦难。你怎么对他，跟我毫无关系。这个孩子对于我来说，只是我在人间磨难的一环罢了。我已回归冥界，马上要嫁与阎君，享尽富贵。他对我来说，只是拖累。放肆！你等一介凡人，竟敢挡我的去路！夫人，你知不知道你在干什么？这可是你的亲生骨肉。本官再说一遍，这个孩子跟我毫无关系，不要再挡本官的去路。崔明言，这是我给你的最后一次机会，希望你不会让我失望。明言哥哥，你是不是疯了？我们现在此生都难保了，你还要再养这个孩子干什么呀？这是我的亲生孩子，我当然要照顾。崔明言，
你怎么了？你现在变成一个和蔼可亲的父亲了是吗？你也不想想，是谁把我妹变成这样的？这是那个女人生的孩子，你还逼她养孩子？够了！你懂不懂？根本不是在帮风小雨，是在帮我自己。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就不好好想一想，他当初救浩浩的时候，愿意用7年的心头血续命，还亲自跑到黄泉路上去采摘彼岸花，好不容易救活了浩浩，怎么又忍心把孩子送还回来？而且他还当着孩子的面那样对待孩子。你的意思是，刚刚他是故意演给我们看的？就算他风萧雨是冥界判官，拥有无上法力，但他也割不掉人间的7情6欲，所以我相信他这是在考验我，想看看我们是怎样对待他的孩子。我相信不出1个月，他就会重返人间，带回浩浩。到时候不管我们提什么要求，他肯定都会满足。明言哥哥，你真是太聪明了，我怎么会没想到？到时候今天失去的一切都能拿回来，崔明言也能东山再起。浩浩，今天是你的诞辰，娘特意给你做的粥，好吃吗？乖，先自己吃啊。严君，冥界3日，人间已经过去1年了，是时候回人间，看看他们把我的浩浩养育的怎么样了。毕竟1年时间过去了，他们应该卸下了防备，真面目也该露出来了。严君，你先帮我照看浩浩，我去就来。别忘了，明天是我们大婚日，我和浩浩等你回家。医生，我儿子怎么样啊？严不严重啊？明言哥哥，你别太担心，王医师是咱们安康城最顶尖的医师，肯定能治好浩浩的。没想到啊，崔明言，没了我的庇护，这短短1年时间，你就沦落至此。公子的病只是风寒所致，不严重，吃点药稍微调理一下就能恢复过来。太好了。不过最近战乱频发，这发烧药用的可是西药，不便宜啊。没关系，多少钱我们都值。好，好，好，那我尽快配好，给你们送过来。真是烦死了！这个鸭子怎么老是生病呀？这都已经花了多少钱了？我的嫁妆都快被典当完了，这都已经过了1年了，风小雨到底什么时候把他接走呀？哎，行了行了，别抱怨了，赶快去厨房弄点鸡汤，给孩子补补身体。赶快去厨房弄点鸡汤，给孩子补补身体。谁呀？我？咱家佣人呢？他们早就走了，咱家哪还有钱请什么佣人？你快去。烦死了！不想进厨房，烦死了！风小雨，你不会真的那么狠心，不要这个孩子，那我这些年的付出不就白费了？想不到我堂堂江家大小姐，现在竟然在厨房干这种粗活！崔明言，要不是我被江家赶走，无家可归，才不会嫁给你这种穷小子呢！照顾你那个臭孩子，等我哪天勾搭上富豪公子，就一脚把你踢开！果然，这2个人还是一丘之貉。还喜欢喝鸡汤？既然你们喜欢喝鸡汤，那我就给你们加点料。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我没干什么。你到底在干什么？我警告你，江雨雪，浩浩要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不会放过你。崔明言，我身体很久了，你真以为我是你们家佣人？我可是江家大小姐，你算是什么东西？这狗咬狗的戏码
看起来真有意思。当初是你说风萧雨不出1个月就会把孩子接走，到时候我们就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可现在呢，已经过去整整1年了，他什么时候来看过这个累赘一眼？也不想想，人家风萧雨可是判官大人，又嫁给了冥界阎君为妻，那荣华富贵还少得了吗？还不嫁我一个人世间的孩子？你自以为聪明，其实真正被戏弄的那个人就是你。多了，不要再说了。我怎么清楚风萧雨会这么狠心，连他的亲生骨肉都能抛弃？反正我告诉你，崔明言，要不你就把那个累赘送走，要不我就走，到时候就是真正的一无所有。宁雪，我知道这些年我对你亏欠不少，但是你放心，只要过了明天，我一定能东山再起。到时候我就明媒正娶，8抬大轿娶你入门。那个时候，我让你成为真正的崔家夫人。你说的是真的？那我就再相信你一次。你要只敢骗我，我饶不了你。过了明日就能东山再起，这个崔明言又安了什么坏心？好，我倒要看看你还要耍什么把戏。哥哥，带我们来这里干什么呀？还带着这个病秧子，现在外面正在打仗，要是我们被那些敌军发现了怎么办？别说了，跟着我走就行了。哎呦呦，崔少帅，你可让我们好等。对不起，长官，我来晚了。我要的城防图带过来了吗？长官，请收图。一头靠贼军。崔明言，我原以为你只是愧对于我，没想到你愧对的是整个安康城的百姓。你想卖国求荣，我绝对不会让你得逞。长官，地图我给你了，那我大帅的位置。哈哈哈哈！你放心，等攻破了安康城，把该抢的东西都抢了，该杀的人都杀了，这城就交给你了。谢谢长官。你玩我们啊？这城防图里怎么什么东西都没有？这怎么可能呢？我是曾经的督军少帅，我不可能骗你的呀。那你自己看。这怎么可能呢？这可是军中机密，没有人动得了手脚。是谁？行了，你别装了，耍我们好好玩是吗？兄弟们，给我站住！等等，长官，这之间肯定有误会，肯定是有人想害我。别给我解释了，今天你要是给我拿不出来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是绝对不会放过你的。我把这个孩子给你，他可是判官大人的儿子。官大人，崔明言，我果然没有猜错，你真的不配当一名父亲。对，这个小孩是判官大人的亲生儿子。判官大人可是掌管人世间生死，我们安康城的守护神。谁得到了他，就相当于得到了判官大人的恩泽。以后你们得到的岂止是一个安康城啊！如果他真的是判官大人的孩子，那确实比这城防图更重要。行吧，这个孩子我们要了。好，我现在就把孩子给你。那我长官的位置？哼，放心吧，肯定是你的。好，听爸爸的话啊，跟爸爸走。怎么拉不动？这是怎么回事？好，听爸爸的话，跟爸爸走啊。为什么不走？是风萧雨害我失去了一切，你也要害我吗？走啊，快走！崔明言，你就是这么对待我们的孩子吗？崔明言，你就是这么对待我们的孩子吗？怎么，你不是一直期待我重回人间吗？现在我回来了，你不高兴吗？判官大人，我磨磨唧唧干什么呢？还不赶紧把孩子给我送过来！你大帅的位置还想不想要了？判官大人，我不是这样的。哟，这是哪来的小妞啊？长得还挺标致。来，服侍好爷，等这城破了，也饶你一命。你们这群草菅人命的蝼蚁，根本不值得我出手。把他们拖入18层地狱，受10刑之苦。你想干什么？放开我！
夫人，不，判官大人。崔明言，你还真是让我失望了。本来我将浩浩交予你抚养，只是为了考验你而已，看看你是否是一名称职的父亲。倘若你经过了我的考验，你还可以重新获得我的庇护，甚至重新获得你已经失去的一切。可是没想到，你居然拿孩子换富贵，将浩浩像垃圾一样随意的丢弃。判官大人，浩浩是我的亲骨，我怎么可能拿他来交易呢？只不过是个缓兵之计罢了，我怎么可能把他交给敌军呢？判官大人，您可算是来了！你知道我们等了你多久吗？这种苦日子，我真的是过够了。你们一介凡人，等我干什么？我们替你养了这么久孩子，该轮到你报答我们了呀！报答？本官何时说过要报答你们了？是明言哥哥说的，他说养育浩浩只是你对我们的一个考验，等你重回人间那天，你就会给我们享受不尽的荣华富贵，一生一世，衣食无忧。现在该你报答我们了，判官大人，我不要求别的，我只要我能重回江家就够了。重回江家，这个要求对于本官来说的确是沧海一粟，不值一提。不过，本官可没有报答别人的习惯，照顾浩浩是你们一厢情愿，怪不得别人。够了，风小雨，装什么呢？你不就是个判官吗？有什么了不起？告诉你，你在我心里永远都只是一个只会洗衣做饭的佣人。不错，面对本官还这么有骨气，我很欣赏你。本来以你们对我的得罪，我大可以把你们拉入冥界受实刑之苦。不过现在我改变主意了，你就去冥界修宫殿吧。你不是喜欢珠宝吗？那里到处都是琉璃瓦，工期1000年，够你好好欣赏了。工期1000年，够你好好欣赏了。带走。我不要，姐姐，我不要这珠宝。至于你，崔明言，我果然没有看错你。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就可以舍弃身边所有的人，包括自己的亲生儿子。你心里装的永远只有你自己的前途罢了。夫人，不是你想象的那样的。你和浩浩都是我最亲近的人，我对浩浩的爱是无私的。事情发展到这一步，都是江映雪害的。我一时糊涂，我才……行了，不必向我解释了。你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不要再让我对你更加生厌。风小雨，事到如今，你还是不肯帮我吗？就非要让我在这人世间自生自灭吗？本官早就说过了，你我之间姻缘已断，你是死是活与我无关。好，既然如此，那是你逼我的。别让我疼！浩浩是你喂养了7年心头血才活下来的，我不相信你愿意看他魂归冥界，灰飞烟灭吗？崔明言，你终究抵不过自己的内心，最终还是要拿孩子当筹码和我做交易。那又怎么样？我的一切都是你给的，也是你收回去的，都是你害的。我只是想拿回我自己的东西，怎么了？够了！你应该清楚，自从我回归冥界的那一天，我就断绝了自己的7情6欲。你真以为拿一个孩子就能要挟到我？风小雨，你我做了7年的夫妻，你装什么呀？你和浩浩的感情早已经超越了阴阳2界，只要浩浩在我手上，说什么你都会答应。够了！没想到世间最后一个判官大人也会有今天这个下场。哈哈哈哈哈！说吧，你想要什么？我要你从今以后听命于我，我也要掌控人世间的生死，还要做安康城的大帅，要所有人都听命于我。听起来好威风啊！倘若我不答应呢？浩浩现在在我手上，你能奈我何？那你低头看一眼。怎么会这样？浩浩的，浩浩，浩浩！崔明言，现在是你求我的时候。崔明言，现在是你求我的时候的。怎么会变成这样？所以怎么会这样？哦，我乃人世间执掌所有人生死的判官大人，你真以为你的所作所为能骗得了我？和你结婚7年，你是什么样的人，我比你心里更清楚。
于是我就将计就计，捏了一个泥人儿，把它换成浩浩的模样，看你是否迷途知返。结果不出我所料，你还是那个崔明言，不曾有一丝改变。原来一切都被你看透了，我竟然还自以为是的，以为能骗过你。你有今天的结果，都是你咎由自取。今日，我们的孽缘也该结束了。不，夫人，你我可是整整7年的夫妻，还有一个可爱的儿子，你真的忍心这样对我吗？我知道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你可是我从战场上救回来的人，念在我救你一命，还有我们7年感情的份上，我求求你了，放过我吧！我求求你，放过我吧！你与本官早已是云泥之别，亦是本官在人间磨难中的一环罢了。放心，我不会对你做什么。不过，我的夫君就不如我这般仁慈。严君，陈明义，本官其实应该好好感谢你，要不是你伤透了小雨的心，他怎么会选择这个时候回到本君身边，心甘情愿的陪在本君身边？不过，你这7年对我爱妃的伤害，桩桩件件都记在本君的心里。严君，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出现在你们面前了。我求求你了，求你放过我吧！来人，把崔明言押入轮回，让他享受千年转世之苦。不要，放开我！小雨，过了明日，你便是本君王妃了。你若不愿意，本君绝不强迫。严君等我千年，痴心如此，也是你让我第一次懂得什么叫爱我。与严君长相厮守，亦是我心之所向。娘，浩浩祝你新婚快乐！